大家好，我是阿文。大家看到远处的梅里雪山，就知道我们在云南的德钦县。而我们第一个目的地就是在梅里雪山之下的雨崩村。在我们进入雨崩之前，肯定是先要买门票先的。雨崩的门票是55块钱。那边是可以买票坐车，坐越野车，然后去雨崩。上雨崩是200块，下雨崩是260。当然，我肯定是选择一步一步虔诚的接近我心中的神山的。哎呀，好累啊，还是去买票坐车上去吧。那有着户外天堂之称的雨崩，当然就吸引了很多户外的爱好者过来朝圣了。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装备都非常齐全。那现在游客进入雨崩村是有2个方法的，第一个是徒步进去，第二个是坐这种越野车进去。这种越野车每一个人是收费200块，那我们当然是选择坐越野车进去了。那到雨崩，我以前已经徒步过一次，那时候还没有越野车可以坐，所以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徒步进去雨崩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越野车在山林中行驶是灰尘滚滚的，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徒步到雨崩，那个徒步体验是非常的差的。翻过这个垭口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冕次母峰了。如果你是徒步的话，这一段风景已经是最漂亮的那一段了。这里就是雨崩村的上雨崩，而位于上雨崩之上的就是梅里第5峰巴乌巴蒙。而这一边就是在冕次母峰之下的下雨崩。如果要到上雨崩，那就是要从这里出发，走过这一段山路才可以到。这一段山路都是离地和斜坡，所以如果你的行李箱不是背包，而是用拉杆的行李箱，那走这段路就比较麻烦了。间隔时光嘛，那不是间隔时光吗？正对，你前面正对，瞎子，你正对呀、什么叫正对啊？没错，我们去采生龙了。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地就是神部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前面这里就是下雨崩。那从上雨崩到下雨崩也有1公里多的山路要走。走过这道桥，那就到下雨崩了。那我们继续出发，往前看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地雨崩神部，就是在我们的正前方。看来毛毛的体能已经不支了。前面这一间小庙就是位于下雨崩的慈里崩。那你如果要徒步到神部的话，通过这个庙才叫正式开启。那毛毛现在的体能已经见底了，看来我们今天要到神部的话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。那我们只能跟神父讲拜拜。那现在是第2天，今天只剩下我一个人负重前行。那现在我在下雨崩，我们继续昨天没有完成的路。这些石板上都是刻有6字真言的，都是有祈福的作用。
那我又回到了池里奔庙了，继续从这里出发，徒步到神部。穿过这一片空地，就正式进入森林了。进入森林以后，这条路还是比较容易辨认的，只要沿着这条小溪一直往前走就可以了。那森林里面其实还有几个小景点的。那我穿过这个森林，前面就可以看到神部了。那现在神部好像就在我面前，但其实是看山跑死马。现在我离神部至少有45分钟的路程。休息了一下，那我就继续往前走了。在路上还见到了不少的小动物。看到这一大片的金帆，就知道神部离我不远了。神部的海拔是3800米，那从这里往回看，也发现我已经攀升了不少。继续沿着金帆向前走。哇，前面就是神部了，我见到了，我看到了。这里就是我们这次徒步的终点——雨崩神部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现在已经接近冬天了，所以现在的水流是不是很急的？但是眼前的神部对我来说依然还是那么壮观。看到满地的金帆，就知道这里是藏民的圣地。看到面前这么神性的神部，我也觉得不枉此行。新的一天又到来，今天的天气看起来不怎么样。早上的雨崩看起来非常之宁静。今天我的目标就是冰湖，那我一大早就跟着这头牛出发。那毛毛因为前2天的体力透支啊，所以今天还在休息当中。跟下雨崩一样，上雨崩这里也有一间小庙。因为昨天晚上下了雨的关系，今天这条路估计也不会好走到哪里了。走了一小段路就开始喘气了，有点累哦。这位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本地的藏民，我看他现在正在采一些菌类的东西。从上雨崩到冰湖的路上，指示牌还是蛮多的，所以基本上是不会迷路的。可能是因为昨天下了雨的关系，今天很多树木上面都长了很多小蘑菇出来。在冰湖路上的这一片森林，比到神部路上的那一片森林更加有原始森林的味道。
又是一只成精的松鼠，它基本上是不怕人的。笑容垭口，到了笑容垭口以后，基本上到滨湖的路程就走了一半了。前面是一大片的原始森林，从这里往外看，最远处就是滨湖所在的位置。就是在这里，滨湖就是在这里了。那我开始下山，相对这些小驴来说，有4只腿，下山是没有它们方便。哇，大家看一下这些路，是不是到了地狱啊？这里就是位于2/3路程的笑容大本营。哇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天上开始下雪了，我要找一个地方来躲一下。那大家都可以看到了，笑容大本营这里是采用相对朴实的装修风格的哦，整体风格都是偏向比较低调的。它里面是采用了中央供暖系统，所以在里面的话也是比较暖和的。那里面的装修风格也跟外面差不多了，都是走时下最流行的简约风格。好冷啊，背一下火。那休息一会以后，雪就停了，我就继续出发了。路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风景。终于到了，穿过这些金帆，前面就是滨湖了。这里就是雨崩滨湖。虽然今天的天气一般般了，但是现场来看还是算是比较震撼的。几十条小瀑布从冰川上面由上而下流淌下来，看起来还算是挺壮观的。从远处看，就好像有好几条小白龙一样盘旋在山上。穿过一堆堆的马犁堆，我们就可以到达湖边了。马犁堆是藏民的一种祈祷的习俗，但是这些马犁堆通常都是游客自己堆的。那走近一点看，滨湖上面的小瀑布看起来是不是更漂亮？那当我到达滨湖的时候，天上面居然有了一丝丝的阳光，我感觉还是挺感恩的。
那我们从雨崩出来，介绍2个欣赏梅里的好地方。第一个就是雾龙顶。那我们在雾龙顶当天遇到了这位骑士，大家都很有童心，所以就一起拍照。从雾龙顶看去梅里，景色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相对我们一会介绍的飞来兹来说，这里离梅里的距离是稍微远一点的。这里就是老牌欣赏梅里雪山的老地方飞来兹。那在飞来兹，就算你在路边也可以欣赏到一整个的梅里雪山全景。梅里雪山其中有名的就是它这个日照金山的景观。在神性的梅里雪山之下，雨崩这一片净土被世人称为户外者的天堂，或者是世外桃源。那今天我就要带大家深入这一片天堂，看看这片天堂的真实面貌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希望每一个为神山而来的人都能够给回神山应该有的尊重，每一个人处理自己的垃圾，这举手之劳就是你对神山最虔诚的贡献。